在智驾系统中，激光雷达是不是很重要呢？我们特意找来了有激光雷达的小鹏 X9 和没有激光雷达的 P7 加来一场小小比赛。随着红灯转绿，第一届智驾抢车位大赛开始。X9 先声夺人，但很快迎来了反转，然后又有反转，再次反转。哇，这跌宕的剧情连编剧都不敢写啊！到底最后两台车谁能抢到目标车位呢？关注智能车研究所，给个一键3连。我们马上回到比赛现场。好，起步了，好，开始了，可以了。NGP 之间的较量啊！哇，为什么你那个那么快？哦，起步看来是X9有优势哦。为什么他这个加速这么快呢？喂，走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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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应该是明显踩了加速吧。走啊！哎，不管了。哎，我这个居然想绕行！我操！我操！慢！我居然想绕行！哇，旁边是一个大货车，哎，超过了 ，OK。哎呀，哇，超得漂亮！快啲，我對你有信心，快啲！喂，繞行啊喂！哎呀，還一直被他擋着，還擋着，哎呀！現在紅綠燈起步，他在我後邊，我就不用擔心他超我。應該還是要等我的嘛。我沒想到居然 P7 加會自動去做這個繞行，然後繞到這個大貨車的前面，等於一下子就超了2台車。好，加速，哎，要先超過去。你看我現在走了，他那個車還在原地。你做乜嘢？那首先第一个超车的位置出现在我们起步那里。一起起步的时候，其实大家的反应是差不多的。但是 P7 加他应该就想到他是需要往右变道的，因为左边车道再往前呢是一个掉头的专用道来的，对，所以 P7 加已经是通过地图知道了他要往右变道，但是刚好右边呢是X9在那里顶住。其实那个时候 P7 加是主动让速了，让X9先走了，所以就会出现第一个X9领先了。但奇怪的事情出现了，X9为什么会在那个大货车那里完全停下来跟着他，然后 P7 加反而很聪明的后面发起绕行呢？有可能就是智驾系统的模型，因为X9有那个激光雷达嘛，它很远就发现了前方的大货车，也知道大货车的速度，但是因为我们现在训练模型用的那些数据都是短的视频，那所以其实对于这种很长远的规划，目前的智驾模型还不是太聪明，他们都是走得比较近的时候再做出决定的。X9离那个大货车很近的时候，它已经进入到实线区域了，它就不能变道了。哎，走，哎，可以。我觉得好像自从超了他们的车之後呢，P7 加的動作都會特別的利索，特別的激進了。走啊，快啲，唔好過嚟，加油！現在匝道并入主路的這種動作其實都做得很絲滑，很正常了，沒什麼問題。追上了，因為大家都頂着限速跑嘛。两台车我们就进入了南大干线，这两台车的策略是高度一致，就是他们选择车道或者说车速，包括变道的次数，其实完全是一样，只不过因为两台车在当时旁边的车辆、社会车辆会有点不一样，那所以他们的路线也不是完全的一致。哎，嗱，聰明的小 P 要超車啦！嗱，你們豐田兩兄弟是不是也要碾一下先？哎，你看到了這個地方，你看2台車的策略就有點不一樣了。哦耶，反超了！X9呢，它可能是不是就提前變道了？这个反超也挺有意思啊，就我们刚刚还在说这两台车在快速路上面的策略是很接近的，但是到了差不多离开快速路的时候呢，在这个位置X9是比 P7 加可能早了100多米，发起了向右变道，而且非常走运的是，这回变道之后呢，右边的前方的车是比你前方的车要快一点点的。对，他就刚好把我的车给顶住了，我就变不了道。过了之后呢，我的 P7 加才选择向右变道，所以其实整个逻辑想下来还是比较合理的。那现在我们就一直跟在他后面，我也打灯了。离开了快速路之后，其实进入城市道路就基本上没有什么超车机会了，因为都很窄了。对，很窄了，而且基本上那个都是可能左转也好，直行也好，基本上就同一条车道。
地头怎么得了？好像不行了，不行了，我要共架了。你要接管啊？要共架，这个还不用接管，共架就可以，共架能过，因为太边了。哇，喂，接管了，左边都给他呢。在那个地方，其实我一开始我是尝试去效率共架的，我发现它就好像在避让那个自行车往左边那个隔离带，它就贴得非常近了，我就只能把它抽过来，就变成接管。这里看到，其实前面这里有一台电机，其实停的这个真的比较占用我们的车道，这里我必须得接管了，不然它就过不去了。我那个位置呢，其实也是过不了，因为当时 P7 加已经停在那个电动自行车旁边了，后边已经有车在逼了，所以这个时候我就主动接管，绕过了这个车。吃饭时间啊，所以好多人呢。哎呀，那台 G3竟然让开了，大师兄又追上来了。哇！X9它是选择慢行通过的，因为X9这个车太高了，我的视野其实看得不大好。我觉得离那个阿姨已经非常近了，就一把接过来了。你看啊，刚刚他那个阿姨过来的时候呢，他挤了一下，停了一下现在变成这个阿姨呢就站在我们的前面，那我们现在也没办法哦，那我们现在也对他关了门，看我们自己，他一关了门，我们就可以自己走了。P7加当时看到这个情况，出现了一点点挪动，等他门一关，那我这个 P7加就马上通过了，所以这个时候基本上就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状态，所以我也没有再去接管。这里我想提醒大家一个点啊，就是现在智驾系统它是能判断旁边有没有人，那个人离我们有多远，但是它没有办法判断那个人他的状态的。就比如说我当时看到那个大姐姐是低头看手机，背向着我的，但在智驾系统里面没法判断她的。我作为一个人，我的判断就是我保守一点了。哇又了！大师兄又不见了。大师兄他来了，但这里他应该没有机会超过我了。喂，你想點啊？他在干嘛呢？他卡在路中间了吗？啊！你走啊！你看我们这个车在挪，哇，在挪，哇，超过他了，自己要超车了。哇！哎呀，我们超车了啊！被他反超了！你干嘛，小 P？ 哇！我们没想到在停车场入口把它给超了。本来呢，P7加来到我的右边的时候呢，X9已经开始在动了。因为我的副驾那边，我的摄像同事看到大师兄过来了，他就转过头去拍，他的膝盖就顶住了X9副驾门上面的门开关，就把门给顶开了。就是X9，它在车速高于3公里时速的时候，你按那个键，门是不会开的。但是车速低于3公里时速的时候，就哪怕车在挪动的时候，按那个键，门是会打开的。而且打开之后呢，它是不会从低档跳到 P 档的。所以这里我们也希望小鹏的工程师看到我们这个片子的话呢，在下一个版本上面看能不能把这个改一下。在停车场入口那里，那是一个有2个车道，中间有个柱子的入口。然后X9它就选择了走左边的那个通道，但是它走到通道前，它就突然停下来了。就在X9在发呆的时候呢，P7加后面追上来了。我当时就觉得X9是有激光雷达的，激光雷达对于距离的判断其实会比起摄像头要更加准的。回来再看回放呢，我就发现了，在那个隧道的右前方有一个广告牌，有一台传祺 M8。其实连我的那个 P7加当时也发现了那里有一台车的，可能啊，因为你的车已经把另外那个车道给顶住了，P7加呢就选择从另外一侧缓慢的通过。如果他迷路了，我就有机会追上去哦。那我们现在就朝着我们原来记忆的那个车位在前进了。这里还有显示300多米前方有减速带，这些它全部都是记得的，而且它在 SR 上面也能显示。继续下一层。Go！ 快点！无论是速度的控制还是这个转向的控制，就做的还是比较舒服的，就体感上不会有那种很突然的这种拽来拽去的感觉有点难，帮我吧。看到车尾灯了。哦，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这种减速带，它过不了。那我现在踩一个油门，帮它过一下，但方向还是他自己打的。好，我现在就松脚了。小 P， 我没被卡住。
大家走过都知道啊，它那个斜坡的两边是空的。第4层的当时的灯光是很差的，停车场的工作人员在道的两边是放了一些红色的水马，去提醒大家你要走中间。但是到了那个地方呢 ，PT 家就需要我去接管了，提醒让我自己手动去开过去。那我就想着好像两边也没啥事儿，然后我呢就没有动方向盘，踩了一下油门，效率工价，然后他还是自己打方向过了。所以这里呢能看出来 ，PC 家对于这种光线特别暗的时候的窄路通行的判断不是很有信心。但是关键来了，X9通过那边完全没问题。对，能够从这一个比较极限的场景里面呢，能看出来，其实有激光雷达，其实在这种比较昏暗的场景下，它是真的是有作用的。而且因为X9的激光雷达在下方啊，保险杠那里，所以对于水马的距离判断是很精准的。就哪怕X9本身的车身是比 PC 家更宽的，但是都能自主通过的。这个地方是我们在整个测试里面发现的唯一最明显的有激光雷达跟没有激光雷达的区别。啊，哎，车位就在前面这里，我这里前面中间这个车位呢是我们设定好的。快顶住它，顶住它，顶住它，顶住它！但它有可能会顶住我哦。他要过极限的吗？顶住了，它还要进吗？啊！是不是卡住了？被你顶住了。哦耶！算了，我让给你了，给你了。点击继续泊车。哦，我这里继续泊车。继续。当时呢，我的车已经在倒车，X9呢车头是稍稍挡住我了，先停了一下，判断它还是有足够的空间，就把它挪进去了，再次起步。那个时候你已经开始主动的去倒车了。安全抵达，小 P 先退下喽。这回的小鹏内斗呢，这个 NGP 抢车位的比赛呢，确实是 PC 家赢了。对，而且真的。我们连剧本都不敢这么写。对，那所以最后有个结论呢，就是有激光雷达跟没有激光雷达在同一套系统里面呢，确实能看出来有点差别，但是这个差别也不是那么的致命的。对，就是一些真的比较极端的场景下，它真的能发挥出激光雷达作用。但如果可能在日常一些没那么极限的场景下，其实大家的差别基本上不大。那所以问题就来了，就假如啊，小鹏之后真的是继续提供2套方案，但是有激光雷达的可能要贵一个，我觉得至少贵1万吧。有激光雷达差不多。对啊，那这个时候大家值不值得多掏这1万块呢？就是看你的预算，如果你的预算足够的话，那我肯定买到顶了，对不对？那我就追求更加极致的性能，更加好的一个硬件的配置。它是冗余，什么叫冗余？冗余就是关键时刻才发挥作用嘛，对不对？那如果你的荷包还是觉得，哎，我还是追求性价比的，那我就买没有激光雷达的。其实按照现在的技术的趋势来看，其实也没啥大不了，其实也都挺好的。对，我也觉得是。而且我们这回的测试是在一个正常的 NGP 就城区领航的这种状态啊。如果是极端一点的，比如说那种光线不好的 AEB 的情况啊，预防碰撞的情况，那这种时候激光雷达跟视觉系统的差异，那还是比较明显的。对，这个很重要，就尤其是大家如果经常需要晚上去开高速，对，经常晚上去开车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激光雷达还是会能够发挥出它的作用。对，它的探测的距离会更远，而且对环境的这种干扰感知的能力更强，会更强一点。对啊，那所以就还是有钱的话就上激光雷达吧。对啊，但没有钱的话，其实问题也不大，也可以用的。对，也不用担心啊。对，好了，那这回的 PC 家跟这个X9的比赛就到这里了。大家还想看哪些车型去抢车位呢？也可以告诉我们。对，或者有哪些路线大家觉得还更加会有意思的话呢，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对，那我们下回呢，就我们真的比较黑心的，可以再找别的车型去让他们比赛一下。那今天先到这里了，好啊，记得关注我们智能线研究所，还有给个意见3连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拜拜。